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欧豪北上人民网评，为提演技，句句戳心；电视剧六姊妹引争议。现在的电视剧市场竞争还是挺激烈的，就像那部六姊妹，虽然有很多老戏骨同台飙戏，但因为剧情太狗血，大结局还强行和好，让不少观众都吐槽了。央视连续爆款剧，但是这部剧的实力真的很强，碾压了一大堆小网剧。从开播以来，热度一直居高不下，但这只是个开头。紧接着央视又推出了北上，刚播出就被新闻联播推荐了。北上是一部群像年代剧，它的质量真的很棒，让大家再次见识到了央视选剧的眼光。北上获人民网好评，就是这么一部好剧，让人民网评也注意到了。他们直接说北上这部剧展现出了大时代的精神。最近人民网评还特意写了一篇1000字的文章，对这部剧进行了点评。虽然文章写得挺正式，没提什么演技方面的事儿，但每句话都说到了观众的心里。大家都觉得像北上这样的好剧，值得更多人看到。小人物大时代的魅力，这句话出自人民网评的文章，说出了观众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部剧。其实很多剧不一定非得拍大人物或富人才能出彩，反而是在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更真实，更贴近生活。胡军演绎运河人家命运变迁，一开始人民网就开始讲述老演员胡军的故事。在剧中，胡军扮演的是船老大谢天成，他带领几家人一起赚钱，靠运河生活。对他们来说，运河就像是守护神一样，能保护他们一辈子，甚至还可能养育他们的子孙后代。但是时代总是在变，就连这条守护了他们多年的运河，也终将面临改变。谢天成的困境，而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谢天成，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了。在预告里，因为运河没落，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，只好把以前赖以生存的船卖了，以后不能再靠这条运河过活了，多年的本领也得舍弃。船被拖走的绝望，作为船老大，他看到自己的船被拖走时，心里那股压抑的情绪终于绷不住了。他只能一路跟着船的影子跑，追啊追的，直到再也追不动了，他只好站在桥上，唱起了最后一首歌。大时代浪潮下的相思泪水。看这段的时候，观众们都跟着眼泪汪汪的，更是勾起了无数运河人对家乡的思念。是啊，大时代的浪潮从来不会停歇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跟上时代的步伐，顺势而为。老中青三代演技派齐聚，谢天成这个中年人为了生活不得不放弃自己最爱的工作，胡军把这个角色演得特别到位。不愧是老戏骨，一出场就惊艳四座。剧里除了这些老演员表现出色外，几个年轻演员的演技也相当出彩。白鹿欧豪演技精湛生动演绎角色。白鹿扮演的鬼马少女夏凤华表面上看起来没心没肺，甚至有点土里土气的，皮肤黄黄的，还有点龅牙。不过这反而让观众觉得她很真实亲切。谁会想到白鹿已经30岁了，竟然能把一个初中生的角色演得这么生动。同样的，欧豪在剧中的表现也很出色。他饰演的那个仗义少年谢望和，虽然学习成绩一般般，但是脑子灵活，情商很高。小年纪就很有孝心，知道家里困难就偷偷跑去打工赚钱。虽然他的方法可能不太对，但出发点是好的。北上年代剧的新经典，自从北上开播以来，收视率一直蹭蹭上涨，剧里的每个角色也都挺招观众喜欢的。除了角色，这部剧也没特意搞怀旧，但通过很多小细节，让人感觉这就是一部地道的年代剧。
观众们不知不觉就被剧情吸引进去了，一点违和感都没有。90后的青春回忆，在这部剧里最有共鸣的可能是我们这些90后，回想自己的青春岁月，和剧里的很多东西都挺相似的，比如追星、玩游戏、听音乐、上网这些事情，在剧中都能找到。人民网的文章也说了，这些元素不是简单的摆在那里给观众看，而是融入到了剧情和人物的感情里面。好剧带来的共鸣与温情回忆，让观众们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这是真实存在的，好像剧里的人物真的就在我们身边一样。这正是好剧的魅力所在，能让你深深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情感，和他们产生共鸣，从而给你留下温馨又甜蜜的回忆。北上茅盾文学奖改编。不仅如此，大家都知道北上的原著可是拿过茅盾文学奖的，而这部北上电视剧在保持原著文学性的基础上，还用生动的画面重新描绘了运河的生态环境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剧里经常出现运河的全景镜头？这不仅仅是展示场景，更像是展开了一幅展现运河文化的长卷，真实还原运河人家生活。更别提剧里还加了花街、花街小院和运河边的人家这些真实的场景，看着感觉特别真实，就像是把运河边人们的生活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屏幕上。看完了这部剧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实、高质量电视剧欣赏。好久没看到这么尊重观众的剧了，换句话说，看这部剧简直就是一种享受。原著都能的茅盾文学奖了，改编成电视剧还能差到哪儿去？北上口碑加期待后续。更重要的是，北上能被人民网表扬，肯定是有它的独到之处。看来这部剧后面的评分也不会低。北上出圈的3大理由：白鹿的脸蛋、李婉达的身材、欧豪的演技。从网友的评论来看，北上出圈的理由有3个。首先是白鹿的颜值，白鹿的颜值算是有目共睹，在北上选角的时候就被导演以长得太好看不考虑白鹿出演，但没想到白鹿对自己是一个为了拍戏可以不管妆造的演员，导演就通过改变白鹿的妆造来降低白鹿的颜值，没想到直接降成了一个戴着牙套、剪了短头发的假小子，再加上黢黑的皮肤，虽然饰演的是个不拘一格的小女孩，但是看着像是没人管、没人问，非常可怜的流浪小孩。这个让白鹿风格大变的妆造，在开播后果然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，甚至成为这部剧的讨论点之一。虽然大部分网友都不习惯白鹿的这个妆造，但是白鹿却非常认可。他说这个妆造和自己小时候的形象很像，精致中透着一股随性，是他喜欢的风格。白鹿的粉丝们也很认可白鹿为这部剧的牺牲。不过也有网友认为，没必要戴牙套，直接不化妆不滤镜就能展现出白鹿小时候的状态，也会很符合导演的要求。其次是李婉达的身材，相比于白鹿的乱七八糟，李婉达则是正常的妆发，但是由于她是混血，脸部轮廓比较明显，看向你的时候会觉得她的眼睛很深邃，所以即使剧中看着很素颜，出场也自带氛围感，像是邻家女神，给人一种会心一击的感觉。这也是为什么她虽然是女二，但男主先喜欢的是她的原因。再加上李婉达在剧中的穿着和女主相比有很大不同，李婉达饰演的马思义从小被当成小公主养，所以一般都是穿的裙子，再加上李婉达真人皮肤很白，显得身材更好了。最后是欧豪的演技，欧豪没大火还是很遗憾的，他的演技也是有目共睹，而且被海清盛赞过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没怎么演过大火的剧，也不怎么在大屏幕上出现。这次在北上看到欧豪还是非常惊喜的，他饰演的角色也非常适配他自己。男主谢望和出生在运河边上，
欧豪出生在海边，两人的生活习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，而且性格看着也很贴合。这种像是在展现自己生活的角色，让欧豪看起来不像在演戏，而是向我们展现他的生活。虽然欧豪的年龄也不小了，但是演高中生也不违和。剧中男主除了对学习不感兴趣，对其他一切都感兴趣的好奇心让他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男主对未来的畅想也给人很大的感染力，特别是对小伙伴的热心和恨铁不成钢，感觉自己是最牛的性格，也让他看起来非常的鲜活。真期待这部剧接下来的精彩剧情。